北境之地，皇帝被匈奴围困于营帐之中，已有3日，号角无厌，将士浴血，待战已无可避免。众将士，今次之战，哪怕仅剩最后1人，只要杀出重围。陛下，花将军已冲出突厥兵的包围，前来救驾，现人已在帐外。快请花将军觐见。是。臣救驾来迟，陛下受惊了。花将军，快请起。你是何人？竟敢冒充花将军！臣父亲陈年旧伤发作，臣女花柔不得已代父从军，还请陛下恕罪。纵然是女儿身，亦可当万千男子啊！朕不但不罚你，还要赏你。来，快请起。说吧，有什么请求，朕都同意。谢陛下，臣女只想向陛下请一道圣旨，恩准女子亦可上阵杀敌。说得好。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女子亦可保家卫国呀！朕同意了。即日起，朕要昭告天下，让你位列朝堂，还要封你为当朝第1女将军，如何呀？谢陛下美意，但臣女此番冒父之名参军，并非为了名利。现在战事已平，臣女只求陛下准我卸甲回归女儿身。臣王母已为臣女觅得良婿，只求我安稳度日。罢了，难得你有如此淡泊功名之心呐。既然如此，朕准了。但是你救朕于阵前，那是功不可没。朕要赏你良田1000顷，黄金1万两，宅院1所。这些呢，就都记在你父亲的名下，以后就当是你的嫁妆，如何啊？谢陛下。这颗玉佩已经陪朕多年，今天就把它赏赐给你。以后不管你有什么事儿，只要拿出这块玉佩，朕都答应。谢陛下。花柔，此生能娶到你，是我最大的福分。我发誓，我此生只爱你一人，定不负你。如有违背，天打雷劈。嫂子辛苦了。你父亲就是用军功换了这个宅子？哎呦，可真大呀！幸好你啊邀请我们一家来府上居住，不然我这老婆子还不知道几时才能住上这么好的宅院。
阿娘，嫂子还给我买了不少锦衣，你看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来，彩云，这个是给你的。这可是上好的翡翠，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，谢谢嫂子。阿娘，您看，真好。蓉儿，知道你喜欢花草，回家的路上便买来送给你。北辰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有喜了。太好了，蓉儿，我要当爹啦！哎呦，慢点儿！站着的。顾北辰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北境战事虽已平，但边疆纷乱不断，百姓无法安居乐业。命顾北辰即日启程，前往北境驻守，不得延误。钦此。臣接旨。北辰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家中一切，等你归来。花荣，此生能遇见你，是我最大的福分。我这一生只爱你一个人，你和他乖乖等我回来。爹爹回来了，我终于见到爹爹了。爹爹，北辰，花荣，我现在的心已另有所属，他就是皇上亲封的大将军凤羽。我现在已经请旨伺候。你说过此生绝不负我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那时年纪尚小，不懂爱情，那时的誓言说说而已，你怎会信呢？但对于凤羽而言，我是真的爱她，已经怀有我的子嗣，我爱她入骨，甚至我愿意为她赴汤蹈火。名不正言不顺，他便怀了你的子嗣。凤羽将军可真是与众不同，常人家的女子可干不出这样的事。我倒是想见他。我在此。你见了我，为何不行礼？我为何要向你行礼？我是皇上亲封的第一位女将军，你一个深宅妇人，见了我，难道不该行礼吗？你可知我朝女子为何亦可从军？皇上贤德，广纳人才，不拘于男女，实乃我之幸事。没想到当初我一句谏言，竟然成就了他。如果你是以将军的身份来见我，我可以尊你一声凤羽将军。但是如果你是以顾北辰的妾室来见我，那应该是你向我行礼。错了，我是妻，你才是妾。枉你还是我朝的女将军，长幼尊卑都分不清，现在还想盗斧天罡？我与北辰志趣相投，战场上生死与共，我能带他奔秦者，而你呢？一个深宅妇人，除了绣花摆弄针线，还会些什么呢？你配不上北辰，勉强做个妾吧。我配不配得上顾北辰，还轮不着你来查的。起码现在还是他的妻子。你不过是他的一个临时选择，算得上什么妻子？你是坏人，不许欺负我啊你！
花荣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女儿，没有半点规矩。我怎么教女儿，无需你操心。起码我不会让她没有廉耻之心，更不会让她去抢别人的丈夫。不过一个黄毛丫头吧，以后也是会嫁为人妇的，能有什么出息？而我就不一样，我会为北辰生下一个子嗣，继承北辰的事业，光耀明媚。生儿子有那么重要吗？凤羽将军，你也是女儿身，怎么连自己都看不起了？花荣，无论你说什么，凤羽都是我顾家的儿媳妇。你要是识时务的话，就让出夫人之位。我在外面也会给你置办一套房产，供你和女儿居住。为何要我搬出宅院？因为我看中这片宅子，我要和北辰在这里举行婚礼，生儿育女，终老一生。那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这所宅院乃是皇上所赐，是我父亲给我的陪嫁，跟顾北辰可没有半点关系。花荣，你怎么这么没有度量？不过就是个宅子，你跟女儿住在哪里不一样？凤羽将军为国效力，乃是国之功臣，她愿意嫁到顾家，乃是顾家的荣耀，理应让她为妻。再说，凤羽与北辰的婚姻乃是皇上亲赐的，就该给她应有的体面。就在这儿举办婚礼，搬出去。母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曾经也是将门之后，也给国家带来了荣耀。那是你父亲的荣誉，与你何干？你阿爷3年前就死了，你花家就剩你一个孤女，还有什么倚仗？难不成还指望你给顾家带来荣耀？你现在的身份也配做我哥的妻室？我哥现在可是受封的大将军，只有凤羽将军才配得上我哥的身份。最看不惯你们这些想仗父兄功劳、坐享其成的人。难道在你们眼中，权势地位就那么重要？那当然，你怎么能与凤羽将军相提并论？北辰留你在顾府做个妾室，已经是仁至义尽，别不识时务。你赶紧搬出去，别耽误我哥和新嫂子办婚礼。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半步。花荣，我劝你尽早离开这里，如若不然，你我夫妻缘尽。当初见你们一家居无定所，才将你们接进府中，难道你们都忘了？顾北辰离开这5年，我起早贪黑的伺候你。你有头风的毛病，我衣不解带的给你扎针治疗，难道你都忘了？还有你，这几年你的吃衣住行皆是我所买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竭尽全力满足你。难道这些年的姑嫂情深，都只是逢场作戏？谁稀罕你的破烂东西？你给我花钱，还不是收买人心，怕我哥回来你没法交代。顾北辰，这5年来，我替你孝敬婆母，照顾妹妹，可是你呢，却罔顾当初的誓言，带着新欢要将我赶出家门，甚至任由他们来欺辱。薄情寡义的负心汉！不是你心甘情愿做这些的吗？如果你不付出这些，北辰为什么娶你呢？我阿宁是这世界上最善良的人，你们别骂他，别赶阿宁走。你是坏人，你滚出去！
休得无礼！看，就是你母亲把你惯坏了。今日我就好好教教你规矩。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试试！花荣，你不会管教女儿，我替你教。我的女儿自由我来管教，轮不得你来插手。反了！你竟敢与风雨将军动手，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婆母放在心上？阿娘，花荣，快去帮我阿娘医治啊！以前我尊重她是婆母，敬重她是你母亲，可是她却罔顾这么多年我对她的付出。既然你们都不稀罕，我又何必上赶着给她治病？你们别以为你会针灸就能拿捏我们，城中名医多的是，要不是你自作主张，非要给我阿娘治病，阿娘的病情也不会越来越严重。也许从一开始你就没安好心，故意不给我阿娘请大夫医治。我医出名家，婆母的头风病只有我能治。哼，你别妄自尊大了，我就不信这世上除了你，没人能治我阿娘的病。来人，花重金去给我请城中最好的大夫。还愣着干嘛？跟你去啊！你们要用钱财，是不是该经过我同意？这毕竟是我的压箱礼，跟你们顾家可没有半点关系。好啊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，北辰，休了他，立刻！花荣，你竟敢对母亲说这么无情的话，你这是大不敬！告诉你，要是再肆意妄为，就给我滚出去！叫滚也是你们滚出去！这里是花家，不是你们顾家。你嫁给北辰，你人是北辰的，房子自然也是北辰的，一切都由我们顾家说了算。做梦！花荣，你如此对待婆母，就不怕北辰真的休了你吗？好啊，这不正好随了你的愿？北辰，你听到了吗？休了他！我们顾家没有这样的儿媳妇，把他赶出去！他的房子跟一切都是我们的，一分不许拿走！你们以为鸠占鹊巢就可以为所欲为？休我可以，但是属于我的东西，一样都别想拿走。花荣，我告诉你，这所宅子要定。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陛下，花将军在外面已经跪了半个时辰了。顾北辰和凤羽将军以军功来请旨称呼，朕还未做定论，这花荣又来了。哎呀，他来那肯定是为阻止顾北辰和凤羽的婚事，让朕太两难了。顾大将军和凤羽将军都立了功，他们对陛下又都有所求，这成全他们也无可厚非呀。论战功，那顾北辰和凤羽还不及花荣的一半，更何况那花荣对朕还是有救命之恩呢。
那陛下该如何抉择？这个，宣花荣觐见吧。是。宣花荣觐见。参见陛下。快请起。谢陛下。花荣，你此番可是为了顾北辰和凤羽的婚事而来。哼，你放心，朕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。这就下旨驳回。臣女只求一份合理旨意。什么？你为合理而来？顾北辰如此薄凉，如何终老？臣女只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容不得与他人共侍一夫。既然顾北辰已经移情别恋，那臣女也绝不会委曲求全。陛下曾经答应过臣女，只要臣女有所应求，定会应允。这件事情，容朕再想一想。不好了，你那位花夫人跑到宫里去告御状了，她肯定是去求皇上撤回旨意，要阻止你我的婚事。花荣真是得寸进尺，就是我对她太过仁慈。她定是恨我夺了你，北辰。要是皇上听信了她的话，执意分开你我，那该怎么办？任他做什么，我都不会与你分开的。北辰，为了你，我已经放弃了皇上所有的赏赐。要是连房子都没有，那孩子怎么办？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和我们的孩子一个安身之所。我现在就去找花荣算账。花荣，别以为你去求皇上就能分开我和凤羽，此生此世我非他不娶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破坏你的意愿。我知道你不愿放我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留得住我的人，但留不住我的心。你吓走孩子了，出去！你下次再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，我绝不会手软。如果爹爹下次再欺负阿娘，草月保护你。放心，阿娘不会随意任人欺负她。如果爹爹真赶我们走，那该怎么办？下人们说我们会流浪街头。只要有阿娘在，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花荣，距离我与凤羽的婚日越来越近了，我劝你早日搬离宅院，免得到时候我把你赶出家门。你们为了娶新媳妇儿进门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我真是瞎了眼了，居然会嫁给你！你要是不选我儿子做夫婿，还不定嫁给哪个凡夫俗子呢。当初若不是看你父亲有点军功，还得了皇上的赏赐，我怎会让北辰娶你为妻呀？可惜呀，你那个短命的父亲不中用，竟然病死。你们以为我父亲死了，便无依无靠了，就可以随意欺辱我，霸占我财产了？话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哥和凤羽嫂子如此军功，以他们的身份才配出这样的房子。至于你嘛，哪里不都一样？这所宅院乃是皇上所赐，也是我阿父给我的陪嫁，更是我和巧月安身立命的地方。你们可以不顾及我，难道连顾家的血脉都不管不顾了？
我们修定了，这个宅子我们也要定了。巧月是我顾家的血脉，自然是留在顾家。厚颜无耻！我是不会把巧月留给你，更不会搬离这个地方。花荣，如果你现在搬离这个宅院，再给凤羽一份丰厚的嫁妆，我可以考虑把巧月让给你。你们比我想象的更无耻！顾家这些年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现在还想抢走我的栖息地，甚至为了娶另一个女人进门，想让我给她置办嫁妆。你们想的可真是美呀！这些年，你得到了不少赏赐，一座宅院，一份嫁礼，难道比不上巧月吗？我谁也不要，阿娘你别不要我。你想骨肉分离吗？花荣，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带着巧月离开府邸，要么留下巧月，自己守着这个大宅子。难道在你心中，女儿还不如这所宅院重要？钱财也抵不过你们母女情深吗？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尽快做选择，要不然以后永远见不到巧月了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来人，拿地契。地契就在这里，想要拿就放我巧。我们先拿到地契，巧月自然会归还给你。娘亲，我们把房子给他们了，是不是我们就无家可归了？巧月不怕，娘亲答应过你，永远都会护你周全的啊！5年时间，我尽心竭力照料你们，却这般无情无义。既要如此对待我们母女，我又何必顾念你？地契就在这里，自己来拿。这就对了，你早点这么识大体，何必费那么多口舌呢？哥，快去拿！顾将军，地契就在这，你要是能拿到，这所房子便是你的；如果拿不到，血之间刺破一夜，不负天命的视线。遇过的人，会有功？不畏风雪。不可能！居然比我还高强！就凭你这3脚猫功夫，还想在我面前卖你？我告诉你，任何人都别想从我身边夺走女人。这所房子，我哪怕就是烧了，也不可能留给你们。大胆！是想亲手弑父吗？居然拿剑指着我儿子！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不睦之罪？我可以对你施以杖刑。如果你把房子留给我们，可以对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一笔勾销，不然你就等着被乱棍赶出家门吧！就凭你们也想赶我出家门？有本事的话，大可放你过来。花荣，别以为你会点功夫就目中无人。你要是敢动我们一下，我立马去报官，让你余生都在牢里度过。来人啊，把这个花荣给我乱棍赶出去！
圣旨到！圣旨到！花荣，请接旨。公公，皇上可是知道花氏弑夫，忤逆婆母，特意为我们主持公道来了。顾老夫人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莫不是皇上要撤回我与凤羽成婚的旨意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花荣温贤良德，持家有道，封为一品诰命夫人。花氏都封了一品诰命夫人，那哥哥岂不是也能封个侯爷当当？公公，皇上可有提及我家北辰？顾北辰一心求娶凤羽为妻，花荣自请和离，朕特予恩准。顾北辰一家应尽早搬离花家。念巧月年幼，由花荣抚育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花荣，你宁可和离，也容不下凤羽吗？陛下命我将此玉佩交还于你，日后若有所求，陛下依然允你。多谢陛下。真没想到花氏竟如此得皇上厚待，这下可糟了。阿娘，咱们以后搬离这里可怎么活啊？快走快走！我的好儿媳，婆母就是一时被迷了眼睛，心里是舍不得你跟北辰和离的。咱不闹了，你还是我顾家的人。顾老夫人，还请你遵照陛下的旨意，尽快搬离府邸，以后各走各的路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花荣，你都这么容诺凤羽，宁愿让这个家支离破碎，确定你忍心让我和巧月分开吗？顾北辰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既然你与凤羽将军情投意合，我成全你们，难道还有错了？自从你进家门起，你就未曾正眼看过女儿一眼，现在又说舍不得她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我给你1个时辰时间，尽快搬离府邸。哥，你快想想办法！我不想离开这里，我喜欢住大房子。哥，我就不信我顾北辰离开了他，就没有容身之地了。这房子怎么这么破？还有股怪味儿。长时间未住人，有些霉味，自然正常。北辰啊，你好歹也是立过军功的大将军，就不能求求皇上也赐给咱们个大宅子吗？这地儿能住人吗？阿娘，我已经向皇上要了和凤羽这段姻缘的赏赐，再要赏赐不合适。孰轻孰重你分不清啊！你那么大的功劳，就换了个女人回来，长不长心子？我们现在没有钱，还没有地方住，以后怎么活呀？婆母这是何意？难道你认为北辰用军功换我不值当吗？值不值得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阿娘，只要我有机会再上战场，就一定可以立功，到时候您想要的都会得到的。那眼下怎么办？没有大房子住也就罢了，可咱们连钱也没了，还有阿娘的病怎么办？什么？房子没了，连钱也没有，那我的婚礼怎么办？北辰，这房子小点我尚且还能忍受，但你许我的聘礼可不能少，毕竟我嫁到你们家不能失了身份，对不对？放心，这个我自会想办法的。床前明月光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。小姐，风雨将军送来请柬，请您去参加他们的婚宴。我
不去不去，阿娘不去。既然他们邀请阿娘，那阿娘干嘛不去呢？这样岂不是显得阿娘很没有气度？你说是不是啊？真没想到堂堂大将军居然住在这种地方，这婚礼有点太寒酸了吧？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我们这些外人没有权利评价。你们明明答应我，给我风风光光的婚礼，可结果呢？才摆了几桌宴席，宾客来了都没地方坐。我可是皇上亲封的大将军，你们就这样糊弄我？你们让我的将士们如何看我？让那些朝廷官员如何看我？我是答应过给你一场体面的婚礼，可今时非彼时啊！就是这样的婚礼，都用尽了家中的所有钱财，我阿娘甚至把家里唯一的地契都变卖了。你想要丰厚的聘礼，那也要拿出相应的嫁妆。想当年花市光是嫁妆没有10里地也有8里，那场面震动全城。你没有1分1毫的嫁妆，还想要我们顾家的彩礼，白是做梦呢！我可是大将军，嫁到你们顾家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荣耀，你还敢跟我提嫁妆？难道你也想吃我的、喝我的不成？为了给你体面，我们顾家花光了所有钱财，还卖了良田，你还不知足，竟然敢对我们出言不逊！苍天呐，我究竟是造了什么孽，你又这么惩罚我？阿娘，办的婚礼的确是有些草率，凤羽有这样的怨言，也在情理之中。闭嘴！他才刚进门，就敢对我颐指气使，这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要气死我！阿娘，宾客已经在我们等了许久，可别让他们等着急。报应，报应啊！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报应。花市，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敢来参加我和北辰的婚礼。既然你敢给我送请帖，我为何不敢来？只不过不知这婚礼是否般配凤羽将军。婚礼只是个形式，你根本就不在乎这些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名正言顺的顾夫人了。既然你这么享受做顾夫人，那我就恭贺你啊，顾夫人。礼金和礼物我已经送到了，就不奉陪了。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永不分离。承蒙你吉言，我们一定会相亲相爱一辈子。哥，阿娘的头风越来越严重了，你快救救她！快去救我阿娘！顾北辰，请你自重。花荣，我阿娘头风病又发作了，你快去帮她针灸啊！我与你已经和离，与你们顾家早已是陌路人。你娘的头风病与我何干？花荣，我阿娘的头风病全城大夫都治不了，只有你能医治。你我夫妻一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顾北辰，你现在想起夫妻一场？我说过，与你们顾家再无任何瓜葛，你求错地方。花荣，只要你再救治我阿娘一次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麻烦你了。我师从圣手神医江中鹤，他隐居山中，并不见外人。你若是能求得他相助，那便是你自己的本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
北辰，你给了我一场寒酸的婚礼，让我在花荣面前颜面尽失。现在你低声下气求他，你有把我放在眼里吗？风雨，我阿娘头风病又发作了，很痛苦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母亲在我婚礼上闹事，就是不想我好过，她一定是装的。你变了，你也从未这样啊！从来都是如此，我可不是花神，求着你欺负。花将军，我可算见到你了！快快请起，发生何事了？突厥兵集结北境，意图再犯我朝疆域。花家军被突厥兵围困，突破重围，特来送信。突厥兵想利用花家军引诱太子殿下救援，若是太子殿下出兵，势必会引起全军覆没之险呀！陛下可知此事？我已将此事上报给兵部，可是援军行军速度缓慢，只怕……花将军，你曾经带领兄弟们营救陛下，我知道你的英勇无人可敌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兄弟们和太子吧！快快请起！花家军是我父亲生前训练出来的精锐，绝对不能就这样白白葬送在北京。来人，取父亲的盔甲！将军，陛下已经准许女子上阵，将军女子的身份已经无需再隐藏。话虽如此，可当初我女将的身份并未昭告天下，外人都以为我是男儿身。若是临时换身份，定会遭人猜忌，万一导致军心不稳，只怕更会误事。还是等到合适的时机再昭告天下也不迟。还是将军考虑的周全。阿娘要离开好一阵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花家。阿娘，我一定会乖乖照顾花家，乖乖等你回来的。是花荣，花荣来救我们了。好一员猛将，他是什么人？禀殿下，他叫花荣，5年前曾立下过赫赫战功，还曾破除过敌人的迷阵，救出陛下。是他，难怪父皇总提起他，果然是不同凡响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多亏你们来得及时，我们才能里应外合击退突厥兵。花荣，你又立下大功一件，我会禀明父皇，好好的封赏你。谢太子殿下。花荣人呢？禀太子殿下，花将军在营帐里休息。花将军，我来给你送药来了。哎，你怎么穿衣服了呀？伤口还没涂药呢。来，我帮你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都是大老爷们儿，你怕什么？你伤在背后，怎么涂药？我命令你立刻脱衣服药。该死，我心跳怎么这么快？难不成我对这小子动？不可能！花将军，你还是自己服药吧。还请太子殿下赐教。
太子殿下承让了。太子，你刚才为什么要让着花将军？老胡，你说我是不是病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去叫军医。不是那种病，就是吧。什么啊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你说你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一见到花荣就会胡思乱想？难道我真是断袖？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花将军刚才驯马时受伤了。什么？花荣有人呢？花将军在江边。花荣，太子，你受伤了，严重吗？哦，没事，就一点小伤。正好我也几天没洗澡了，我陪你一起吧。哎，太子不可！我连日奔波，一身臭味，恐是对你不敬。那又如何？我不在乎。你个大老爷们儿，皮肤怎么跟女人一样白？像个弱女子一样。太子，我想清静一会儿，可以吗？看来你不太想理我。行吧。刺痛了弱点，才会看得清深埋心底的碎片。那我先走了。还不过善变。对了，这是金疮药，你是女的？我代父从军，救下陛下后，便嫁给顾北辰。本想相夫教子的度过余生，可是没想到他另有所爱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我成全他们。此番若非花家军贤玉，我也不会重返军。顾北辰不识金镶玉，错把榆木当真主。他与你合离，是他此生犯下最大的错误。我不想提起此事。我是女子的身份，还请太子殿下替我保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和任何人提起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在我身边做事。谢太子殿下。还好，你是女儿身。突厥又发兵数十万，侵扰我北境百姓。太子与花将军的旧部才不足8万，若与突厥一战，必定毫无胜算的。皇上，还请尽快派援军吧。你们谁愿率兵前往北境？臣愿意领兵前往。好。只要我们立下战功，皇上一定会重重赏赐我们的。你有孕在身，如何上战场？假的，我不过是为了哄你娘高兴。既然她如此不待见，那我也没有装下去的必要了。你怎么能骗我？骗你又如何？因为我是花氏啊，心甘情愿待在家里为你生儿育女，我才不要。我可以上战场，而他只能待在深宅内院；我可以为你建功立业，而他只能低头伺候。娶了我已经是你们顾家祖坟莫青烟了，你就偷着乐吧。好啊，好啊！哈哈哈哈！花荣一上战场，就偷袭了敌军的粮仓，为我军夺回了数月的军粮，真可谓是奇谋一件呐！花将军真是我朝的福将啊！
恭贺陛下！哈哈，即刻逆旨，封花将军为无敌大将军，赏金银珠宝，良田树木，配享太庙。是陛下。哎，顾北辰和凤羽的援军到哪？还在路上。什么？还在路上？太子要是等他们的援军，那怕是要早都全军覆没了。太让朕失望了。花将军不仅是一员猛将，还练兵有方。前些日子与突厥一战，杀敌数人，我们自愧不如啊。2、1、2。太子，凤羽和顾北辰来了。末将顾北辰拜见太子殿下。末将凤羽拜见太子殿下。距离父皇的旨意过去已3月有余，就算是乌龟也该爬到北京了。你们这样的行军速度，如何打仗？若是延误了战机，该当何罪啊？等你们来救援，只怕黄花菜都凉了。就是，幸好我们军中有一位战神救我们于危难，要不然就只能等你们给咱收尸了。太子恕罪，我等日夜兼程，奈何北境地势险峻，我等几次遇险，不得已才贻误了战机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与花荣夫妻一场，看在花荣的面子上，也不能过分责怪。算了，事出有因，这次也没有重大的伤亡，就先免了你们罪，起来吧。谢太子殿下。刚才鲁将军说军中出了一位战神，不知道这位战神是谁，可否一展真容，也好让我们沾沾运气。这个嘛，华将军，赶紧进来吧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战神。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能得到鲁将军、胡将军这2人的推崇？穿过心路万古生长，就算梦比完，抚平汹涌的巨浪。是你，花荣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就是鲁将军口中的战神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在哪儿，需要向你汇报吗？顾大将军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。你们认识？我们何止认识，还熟悉得很。花荣不希望自己女儿申报，我不能让他们戳穿她的身份。因为他两位将军行军多日，想必已经累了吧？就先下去休息吧。多谢太子殿下关爱，我们和这位战神渊源颇深，不问候2句倒显得身份了。别来无恙啊，花荣。别来无恙？你怎么会来北京？难道你知道北辰要来北京，特意来找他的？我与他已经毫无关系，以后也不会有任何往来。我在这儿只是为了我父亲的旧部免受突厥人屠害罢了。你从未上阵打仗，怎敢在军中自命战神？莫不是想冒领军功，在军中得个虚名罢了？无礼！凭你也敢质疑花将军？你知道他打了多少战役？他是不是战神，还轮不到你来评论。太子殿下，我与凤羽带来8万援军，3万骑兵，5万精锐，如何安置？还请您明示。花荣，我打算将3万骑兵交你统帅，你可有信心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威武之师？花荣定然不负太子殿下的信任。我有异议。太子殿下，花荣从未有过战功，若是1、2次取胜，
就这么把骑兵的性命交给他，是否有点太过草率了？华将军自从来到军营，斩杀敌人数不胜数，截取粮草，解决将士们的温饱，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。如果他都没有资格带领骑兵，谁还有资格？华将军几次以少胜多，现在突厥听到华将军的威名都退避三舍，已经夺下5座城池。我举双手赞成他做骑兵统帅。若是论战功的话，只怕公民簿上已经写不下了。父皇已经封他为4品大将军，你们还觉得草率吗？平日里看他柔弱，竟然是战场上的猛将，现在所居之位竟然还要比我高出许多。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就是山寨凤羽，再敢对花荣无礼，莫要怪我军法处置。太子阻止我说出花荣的真实身份，看来他是有心包庇花荣。你们是花家军旧部，自然向着花荣，凭他也能获得这么多战功，我不信。凤羽将军，你是不是见不得别人比你更强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无需向你证明。花荣，你再敢出言不逊，即刻拉下去军法处置。太子殿下，此番我与凤羽带来援兵，但是把精锐部队交给花荣，我们无法信服呀。你的意思是，在质疑我用人了？太子殿下恕罪，我不敢。我和凤羽甘愿听从您的调遣，敢对您有一点不敬，更不敢质疑你，以您马首是瞻。我看你都要凌驾于本殿下之上了。来给太子殿下道歉。这个太子如此护着花荣，两人之间定然有私情，我再说下去也无济于事。我们夫妇愿听从太子殿下调遣。这2个人来者不善，你以后可得多提防他们。若是受了他们的欺负，定要告诉我，我替你出气。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都无人能够取代。你是花老将军的公子，我们都会站在你这边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。你们放心，我花荣凭本事站在这里，也是靠军功得陛下赏识，我是不会任人践踏。真没想到，遭遇丈夫的背叛，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还能如此淡定，丝毫没有被顾北辰和凤羽影响。老太子，我们先去练兵了。你当真放下顾北辰了吗？我当初选择顾北辰，完全是看他忠厚老实，是个可以依托的一生的人。我可以不在乎他的身份和地位，也可以接受他的贫穷和懦弱，但是我唯独不能接受他的背叛。自从他带凤羽走进家门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我们夫妻缘分已尽。我是不会为这样的男人践踏自己的。很好，真心不被珍惜，放手反而是更好的选择。不过，他们如此轻视于我，肯定不甘心与我同领齐兵。这往后的日子，不少得闹一闹。谁要是敢在我的军中闹事，我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你。太子明明就是护着花荣，有心提拔他，所以故意针对我们。我不甘心将那3万骑兵都交给他统帅。他一个深宅妇人，凭着有几分长相魅惑太子，他凭什么带兵打仗？不管怎么说，他有太子护着，你我都要听命于太子，不能违抗太子的军令啊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拿回3万骑兵的统帅权。如果那3万骑兵知道他一个深宅妇人从未带过兵，你觉得他们还会把性命交给他吗？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舍不得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怕，万一太子殿下知道了，会定你一个扰乱军心之罪。慈不掌兵，难道你我还甘心居于花荣身后吗？难道你甘愿一直被他比下去吗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和我。
从今以后，花将军就是你们的统帅，你们必须听从他的命令，服从调遣。在下花荣。一个女人不在家相夫教子，跑到军营来凑什么热闹？我们兄弟们跟着你，还有没有回家吗？什么？花荣还是深宅妇人，凭她也想做我们的统帅？她能跟凤羽将军比吗？这不是拿我们的性命开玩笑吗？凭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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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花荣，即使你有太子的庇护，我看你怎么读出悠悠众口，你还是趁早滚出军营吧。军营可不是你待的地方。这么说，你们不服我？当然，羽将军，我们只服凤羽将军。至于你嘛，瘦瘦弱弱的，连剑都拿不稳，不如回家拿绣花针吧。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，我会护着你。多谢太子殿下好意。既然他们已经知晓我身份，那我也无需隐瞒。是女子又如何？若是不服，尽可来战。孙将军，打他，让他知道我们骑兵营的厉害。花荣，我要打了你满地找牙。去吧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。打赢你，当如何？若是你能打赢我，我自当追随于你，并余生都效忠于你。若是你打不过我，你就得当着全军将士的面跪下道歉，并且滚出军营，回家奶孩子。对，让他爬着滚出军营，我们只要凤羽将军做我们的统帅。对，住嘴！再有大声喧哗者，军法处置。看你是个女人，先让你3招。孙将军不必客气，战场上不分男女。既然我敢迎战你，就不惧你。孙将军曾经3拳打死1只老虎，是骑兵营最勇猛的战士。花荣即便再厉害，也不及他的1/1000，只怕一会儿打得他落花流水，哭爹喊娘。花荣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必强撑？那就让上我。他怎么能打过孙将军？刚才的这一幕，你们都看见了啊！还有谁想要挑战花将军？孙将军，你现在服了？真没想到他竟然有如此深厚的内力，看他的样子，怕是只使了3分力。若是他刚才下死手，只怕我的命都丢了。孙某佩服，愿誓死追随将军。我等对府兵马大将军，我等对府兵马大将军，我等对府兵马大将军。孙将军请起，众将士请起。即日起，我们并肩作战，驱逐鞑虏。驱逐鞑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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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花荣武功不可小觑，你偏不听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花荣怎么可能轻轻松松打败孙将军？这其中一定有诈，一定是太子从中作梗。他为了扶持花荣做统帅，所以故意设局，让孙将军败给花荣。就算孙将军是太子安排的人，那又如何？我们要是惹怒了太子，以后可吃不了兜着走。花荣还真是无耻，
他竟然勾搭太子谋取统帅之位，我就是看不惯他们拿将士们的性命开玩笑。再说，我怎么可能输给花荣？让开，别挡道。花荣，如果你想证明你比凤羽犯不上禁军，我劝你还是早些回去，总不能让巧月自己在家中没有母亲的照顾。顾北辰，我跟你已经和离，现在只是陌路人，我做什么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况且巧月出生到现在，你没有尽过半点父亲的责，现在也没有必要跟我装死。我警告你，太子可以把你一步步扶持到将军的位置，你可以享受将军的虚荣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一旦上了战场，所有虚假和伪装都不堪一击。那可是真刀实枪的战场，可不是你和太子打情骂俏之地。顾北辰，你以为我今日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太子的恩赐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在家除了带孩子就一无是处了？战场残酷，你以为你会点功夫就能建功立业了？我告诉你，一旦你真的上了战场，连太子都报不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你明日向太子请辞，把骑兵统帅的权利让给凤羽。他几番征战，比你有经验的多。顾北辰，你打的可真是一手好算盘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绝无可能。你别以为你立了一件功劳就可以颐指气使的来命令我。告诉你，论官职高低，我是4品，你是5品，谁命令谁还不一样。真没想到花荣竟然是个女子，她应该早点说，我还把她当男人。我等虽为男儿身，却不及他一半，实在让人汗颜啊！太子殿下，凤羽求见。进来吧。太子殿下，我和顾北辰奉旨救援，且立下赫赫战功。论才学，论带兵打仗，我2人皆不是花荣。你为何执意将军中精锐骑兵交给他统帅？我心中实在不服。不服？以花荣的才干，别说统领骑兵了，就算是整个军队，他也绰绰有余。你们是花家军的部下，自然向着他，恨不得把最好的都给他，还想着把自己的功劳也让给他吧？他的功劳都是一场场战役打下来的，那是真本事。真本事还是假能耐，还不是靠着你们的帮衬，再加上太子殿下的偏爱，别说是花荣了，任谁上战场也能混得风生水起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怀疑本太子以权谋私，将花荣捧上统帅之位？太子殿下，您深知带兵打仗不是儿戏，花荣一个深宅妇人，就算她有些拳脚功夫，也不能任她胡乱来往。是将士们信你为草芥吗？那你想怎么办？我要和花荣公平竞争，若是他打败了我，他便是骑兵统帅；若是我打败了他，还请太子殿下将骑兵统帅的位置让给我。花将军之前刚刚打败孙将军，众人有目共睹。难道你比孙将军还厉害？何必再凑这个热闹？我要亲自和花荣一战高下，其他人都有作弊的嫌疑。太子殿下，您不是说谁都可以挑战花荣吗？还请您不要食言。好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若是赢了，即刻免去花荣之位，我让你做骑兵统帅；但你若是输了，自己去领50军棍。是，一切听从太子殿下的安排。风雨，我跟花荣交过手，他的功力深不可测，你怕什么？花荣就算有点拳脚功夫，没有太子和花家军的帮衬，不过只是个花架子。今天我一定要拿下骑兵统帅，不仅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你。绝对不可以把唾手可得的胜利让给花荣。风雨，我只是担心你万一输了。你们不要灭自己的志气，助长他人威风。我怎么可能会输给花荣？一介深宅妇人罢了。凤羽将军真是自不量力，想跟花荣将军一较高下，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。这凤羽将军也不是等闲之辈，花荣要是输了可怎么办？他不会输，他一定会赢。
荣，我在感情上已经赢了你，现在我要彻底打败你，让你在将士们面前抬不起头，让你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凤羽，接招！你这点招式也就糊弄将士们的眼睛罢了，看我让你原形毕露！凤羽根本不是花荣的对手，若是让他停止交手，已经不可能。希望他侥幸打赢花荣，否则以后如何带兵打仗？凤羽，从容应战，切莫急于求胜。风雨将军必胜！风雨将军必胜！风雨将军必胜！开始。气贯长虹，那年骑步城下，辗转戎马生涯。任时光冲刷颜料风沙，有几兵临长夏，刀光剑影共洒血。这一局不算，剑并非我最擅长使用的兵器，我申请换长枪。凤羽将军，技不如人，怎么还怪起来兵器了？你不是华荣将军的对手，我劝你还是趁早认输吧。华荣将军所使兵器乃玄铁所制，普通刀剑根本无法抵御。普通刀剑跟与玄铁宝剑相比，这不公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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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下公平了吧？这一局，花荣胜。好，打得好！好，花荣将军，我给你擂鼓助威。第二局开始。那就让这不可能！一个普通妇孺怎么会有如此深厚的内力？凤羽将军根本不是花荣将军的对手啊！再这样打下去，凤羽必败，不如现在收手，以免颜面尽失。凤羽，认输吧，你根本不是花荣将军的对手。我不能认输，我是第一女将军，一旦认输，如何立足军中？他们又怎么可能听命于我？必须要赢！我不甘心，还有一局，这一次我一定会赢！凤羽将军此举实在小人所为，你要是打不过花将军，尽可认输，怎么能用这么卑劣的手段？战场之上突发情况众多，只要保全性命，赢得胜利，就算再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不为过。花荣，你还能应战吗？继续。你以为这样还能打赢我？绝对不会输给你。赐予我伤口，重生了魂魄，离间的时候，记着的嘶吼，赐予我以后，就让我挥斥方遒，燃烧的天空，从没有对错。还好吗？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不是花荣的对手，你偏偏不听。怎么连你也为花荣说话？难道你对他余情未了？是不是后悔休了他？不要再胡言乱语了，根本没有的事情。花将军武艺超群，我等自愧不如。打得好！你让我们看见了什么叫做真本事，了不起！花将军胜，日后若是再有不服者，
军法处置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输给花荣？花荣一定是用了旁门左道。凤羽，我谨应你所求，让你和花荣一战，诸位将士皆可见证。输赢已定，你还敢出言不逊？来人啊！依照军法，上责50。太子殿下，大战在即，临阵惩罚将领，恐怕是会寒了将士们的心。他暗算你，你还对他的求情，如此顾全大局，我就应你所求。既然花将军为你求情，那就暂且饶过你。日后若是再敢出言不逊，我绝不轻饶。花将军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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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将军花将军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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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荣如此顾全大局，唉，我真是瞎了眼，为了凤羽竟然抛弃了你。你眼睛怎么样？只是风伤迷了眼，不碍事儿。曾与你生死相依，也曾与世界为敌。提笔改写结局，多谢太子殿下。太子如此紧张花荣，莫不是喜欢他？真没想到，这凤羽将军竟然如此卑劣，用这下三滥的手段，想赢得比试，真让人气愤。凤羽好胜心强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不过，他如果能把这心思用在作战上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凤羽与你有夺夫之恨，如今又想在气势上压你一头，你为何还要替他说好话？我与他之间的恩怨早已放下，现在眼下突厥兵压境，如何制胜才是重中之重。你有如此胸怀，何愁不能击退突厥？太子，据前方探的最新消息，突厥已侵入北京境内，距我方不足30里。突厥大军压境，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将他们彻底赶出北境，还百姓一个安宁。突厥兵10万大军，兵力是我军的3倍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，我们必须智取，不能硬碰硬。顾将军，我所言关系明日战局，请你认真听取。如果你的心思不在这，那我就没有必要跟你多费口舌。有话直说，不要对我动手动脚的。我想问你一件事情。说。你有如此高的武功修为，为何隐瞒我，选我做夫婿？你不是唯一人选，不过时间刚刚好。我上战场后，你一直帮我照顾母亲和妹妹，还为我生下一个女儿，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顾将军，请注意一下你的言辞。你我早已和离，现在只是不相干的陌路人，请不要把我跟你混为一谈。我只想要一个答案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顾将军，没想到你是这般朝三暮四、得陇望蜀的人。你娶了我，爱上凤羽，现在如愿娶上凤羽了，反倒想起我来了。做人怎么能像你这般厚颜无耻？我就想知道这几年的感情是真是假。所有人都在谴责我负了你，被千人指万人骂。可事实呢？你早就不喜欢我了，巴不得跟我和离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为了让我给你背黑锅。不可理喻，我跟你无话可说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不想参与你们这件事情，你自己跟他解释。把话说清楚，你是不是对北辰余情未了，舍不得放下他？别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，你喜欢的，别人可不一定喜欢。你们背着我到底在说什么？凤羽，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？大战在即，我们自然是商讨排兵布阵之事啊。你撒谎，我不信。信不信由你。花荣虽然武功上赢了我，
可是带兵打仗，我比他强，我一定会赢回属于我的战功的。突厥战军人数众多，想要对我们形成合围之势。若是让他们计谋得逞，我军势必伤亡惨重。我有解眼下燃眉之急的办法。你们二人即刻带兵引突厥兵进入东面，我会让卢将军与你们配合围困突厥兵。那你呢？我会带兵直达突厥大营，给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很好，那就因花将军所言，大家各行其事，我会为大家增派援兵。是。我以前从没有发现他如有胆识，为了凤羽抛弃了花荣，我是瞎了眼睛。我发现你对花荣越来越上心了，恨不得眼睛都长他身上。你是不是后悔跟他和离了？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根本没有我的事儿。我只想好好打赢这一仗。你不用瞒我，你的眼神是不会说谎。顾北辰，你等着瞧，我一定要立大功。这把宝剑是父皇赠与我，削铁如泥。如今我将它赐予你，助你上阵杀敌。花荣定不负太子使命。玉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要偷袭敌营。花荣早已设下布防，你这样做只会让所有计划打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少危言耸听！凭什么花荣可以偷袭敌营，我就不行？他为了夺取军功，故意调离我，偏不让他的阴谋得逞。违背军令会受军法处置的。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这个功劳我是一定要拿到手的。你们跟我来，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！将！糟了，我们被突厥人包围了。早就跟你说我不能擅自起营，你偏偏不听。花荣能做到的，我也能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奋死一搏。你们几个给我上！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根本没有机会，现在就要撤离。这才损失多少人，你就轻言放弃？谁的战功不是靠鲜血和尸体堆积而成的吗？凤羽，你违背军令在先，现在又要这么多将士们做无谓的牺牲，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？你要是贪生怕死，就别上阵。你们给我上来！今天就是你们立功的大好机会，只要赢下这一仗，你们的子孙后代都会以你们为荣。花将军不好了！凤羽将军和顾北辰将军已经攻入突厥营地，现在被突厥人被困住了。他们这样冒失进入突厥营地，不是白白送死吗？众将士听令，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军速度，赶往突厥营地。活捉他们！可汗，此人凶悍无比，已经冲出了我们的防线。花荣，此时在战场上与他交过手，此人善于用兵。你带着一队人马从后面包围，我引开他们以后再与你们会合。是。突厥兵害怕了，我们要乘胜追击，快追！凤羽，乘空莫追，以免陷入敌人圈套。凤羽去追赶突厥兵了，恐怕现在陷入了危险境地。现在要立马派人去救他。顾将军，前方战事不明，万一有突厥人的埋伏，我们必定会腹背受敌。我不能拿将士们的性命做赌注。花将军，
突厥大军又冲上来了！杀！呀！别管我，你赶紧带着弟兄们冲出去找太子！要走，一起走！花将军，援军到了！战将士们先冲，我来断后。是。凤将军，前方营地一片漆黑，万一有伏兵，我军将无力抵抗。贪生怕死怎么当我的兵？跟我来！束手就擒吧，否则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撤，快撤！再不投降，你们都将有来无回。我投降！我投降！你们不要杀我！凤将军，不能投降啊！这将会成为我们的耻辱。眼下保命最重要，总不能无谓搭上一条性命。快，扔掉你们手中的兵器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听说你还是第一女将军啊？不过如此啊！高寒，这女的我认识，她为了夺取军功，逼迫我们的百姓伪装成士兵，屠了我们的部落，我的父母皆被她杀了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害死了这么多人！苍天有眼，让我抓到了你！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你怎么可以投降？你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多大的耻辱吗？就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，不惜牺牲别人的性命，难道他们的命不是命吗？战场之上，刀剑无眼。我身为统帅，保全自己的性命有错吗？如果不是我，你早就死了。我们宁可站着死，也绝不苟活。够了！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难道我想做突厥人的俘虏？我们当初真是瞎了眼，跟了你这个统帅，在你当初为了军功屠杀那些无辜的突厥人民时，我们就早应该认清你。你这种人不配做将军。我是皇上亲封的将军，质疑我就是质疑皇上。我们当时真应该追随花将军，跟了你这种小人。如果没有我，你哪来的军功？哪得得到皇上的赏赐？你们不感谢我，反而在这边说风凉话，你们这些人真是罪该万死。就你也配称将军？放开我！我们的援兵马上就到。哎呀，他说要放了他。哎，你说怎么办？我要他们为我死去的父母陪葬，全部活埋。风雨，因为一军统帅残害三军，你这种人不配做将军。你啊，叫什么？凤羽。你说我应该怎么惩罚你呢？求你饶我一命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胆子这么小啊！你跟那花荣将军比起来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！哎呀，他就交给你了，只要留他一条命，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你为了贪功滥杀无辜，
我要为死去的父母和族人报仇雪恨！你要干什么？我求你放了我！放了你，我要你生不如死！前方是突厥人地境，不可追击。凤羽正在带兵围击突厥人，至今生死不明，你不能置之不理。前方是突厥人国境，一旦踏入，突厥人必定会借此生事，挑起两国大战。况且前方地势险恶，万一有突厥人的埋伏，我们必定会全军覆没。我不能置将士们的生死于不顾。我看你就是妒忌凤羽，故意不救。花将军为大事考虑，为众将士考虑，哪里来的半点私心？为被军令自作主张擅闯敌营，害死了多少人？别拿你的小肚鸡肠猜忌他。为将士们，难道凤羽就不是我们的人吗？他现在正在带兵围击突厥人，难道不是在冲锋陷阵吗？看，你就是在公报私仇。顾北辰，我不屑与你们有任何关系，你们不值得我动手，我只在乎将士们的生死。这不过是你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。我知道，花荣，你恨我，你恨凤羽，这不过是你想假借突厥人之手来害凤羽于死地。你好狠毒的心！顾北辰，你把花将军想成什么人了？你想让数万将士给凤羽陪葬吗？你们已经造成了数万将士死亡，想让我们的性命也赔在这里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也配跟我说话？滚开！尊你一声顾将军，别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就你那点功夫，还不及我军中一个士兵？就你这三脚猫功夫，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？花荣，就让你手下人这么羞辱我，你到底救不救凤羽？是我们的人。花将军，我们的弟兄都被突厥人活埋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凤羽不顾我们的生死，非要追击突厥人，结果中了他们的圈套。很多弟兄都死在了突厥人手中。花将军，你一定要为弟兄们报仇！知道凤羽不是个东西，他想立功，为什么拉着兄弟们去死？你们先下去治疗吧。顾北辰，你听到了吧？并不是我不想救，是我不能再拿将士们的性命做牺牲了。花将军。花将军，杀戮我方将士，扰我北境子民，与你势不两立。花将军，我敬佩你的勇猛，我愿意和你们和平共处，从此不再踏入北境。要想和平共处，先把凤羽交出来。好，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可以把凤羽交给你，但是他为了立功，曾经屠害我们突厥百姓，此事还望你启奏你们的皇帝。你胡说！凤羽怎么可能屠害你们的百姓？证据确凿，其中应狡辩。凤羽人何在？带上来。说，回营。凤羽，凤羽，北辰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，杀了那些突厥人，他们毁了我的眼睛，把我弄成了残废。我早就警告过你，偏要带兵追击，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这能怪我吗？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的将来。顾北辰，是我一手将你扶持到将军上的位置，你忘了吗？你让我感到恶心，竟然为了军功不惜杀害平民。
是那些突厥人该死！若不是他们屡屡犯禁，怎么会有这些事端？引以为耻，还以此为荣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行为害死了几万将士？战场之上，生死不是常有的事。他们现在是国之烈士，他们应该为此感到光荣。好恨的心，你知不知道，那都是一条条生命啊！那又如何？他们杀不死突厥兵，只能死。你让我感到耻辱，我宁愿从未认识过你。北辰，北辰！即便是你冲锋在前，也要顾全自身的安危，哪有像你这么不要命的？我身为他们的统帅，如果不冲在前面，又如何做表率？就让我风刀写下海，为你别一枚玉钗。没想到凤羽为了军功，竟然屠杀突厥的百姓，他可当真是不择手段。凤羽好大喜功不足为奇，只不过连累这么多将士白白牺牲，属实不该。凤羽已经成为军中的笑话，他那些部下纷纷要求转入你的麾下，我已经答应他们的请求，全部归你统帅。一切听从太子安排。你好好养伤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应对。卢将军，好好照顾华将军，在他伤口愈合之前，不能有半点差错，否则我拿你试问。是，太子殿下。我跟随太子3年有余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悉心，对一个人如此在乎。华将军，太子对你可比对我们细致多了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！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阿娘，北境的捷报已经传遍大街小巷，都在夸赞一位女将军立下头功。女将军，那不就是凤羽吗？她立头功了。哎呦，这下我们顾家可算是要翻身了！菩萨保佑啊！来，快扶我起来。阿娘，这次哥哥和嫂子立下大功，咱们顾家肯定会受到皇上的嘉奖，到时候咱们就能搬离这个鬼地方，让那些瞧不起咱们的人都高攀不起。对，他们以为我们离了花家就再也站不起来了，这次要让他们知道我们顾家的厉害。我要宴请亲朋，把凤羽立功的消息告诉他们。可是阿娘，咱们早就入不敷出了，连给您看病的钱都是借来的，哪还有钱办宴席啊？就算是借高利贷，咱们也得办这个宴席。我要告诉所有人，咱们顾家要站起来了。对，等大哥嫂子一回来，咱还怕没钱还吗？阿娘，你可真明智。只要你哥哥嫂子仕途平坦，咱们就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对了，你有空再去京城看看上好的宅院，咱们要享福了。是，阿娘。今儿高兴，多喝点啊！顾夫人，你们好福气啊，娶了一位好儿媳，这次又立下头功，以后顾家可要飞黄腾达了。这凤羽立了头功，可少不了北辰的扶持。我听说皇上马上就要昭告天下了。顾老夫人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据我所知，这次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的确是您的儿媳，可不是现在的儿媳凤羽，而是那个被你百般嫌弃的前儿媳花荣。这怎么可能？花荣不过是深宅妇人，她怎么可能会上战场？这次立功之人肯定是凤羽。大王注意了啊！皇上已经昭告天下，花荣将军立下头功，皇上重赏花荣将军外，还赏赐了宗族，真可谓风光无限啊！花荣那副模样也能立头功，
我们家凤羽岂不是功劳更大？凤羽啊，功勋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，就连你的儿子也没上榜。这不可能，你一定是看错了。功臣们的名单已经张贴出来了，这能有假？哎，带我过去看看。走。彩月，咱们顾家算是完了。哎呀！儿臣参见父母。皇儿，快起来！哈哈，此次皇儿出征，平定北境，又与突厥签订了和平约定，真可谓是大功一件呐！啊，哈哈！儿臣此次能够得胜回朝，花荣将军功不可没，还望父皇能够重重的嘉赏花荣。放心，朕是要好好奖赏花荣的，不仅要让他成为全军的表率，还要为世人歌颂。不过，这次凤羽的表现可让人太失望。凤羽实非将才，若不是他，此次也不会有那么多将士阵亡。他在军中恐怕再难以令人信服。皇儿，你有何建议啊？儿臣建议将凤羽从军中除名，永不得为将。这个好，就按照皇儿的意思，逆旨。是陛下。哈哈哈！皇儿啊，你此次立下大功，父王该如何赏你啊？儿臣想求娶花荣为妻，还望父皇准许。皇儿，你可曾知道，花荣曾经成过婚，她膝下还有一女儿。太子妃再不济，那也不能是人妻。儿臣不在乎她是否嫁过人，也不在乎她是否有子女。我只知道我爱她，愿意为她付出一切。花荣呢，可以称得上是巾帼英雄，以她的战功和才智，做太子妃是绰绰有余。可是，你问过她的意愿吗？儿臣属意已久，只是还未告诉她。既然你非她不娶，那朕就允了。只要花荣不反对，那我也没有意见。哈哈哈，乐见其成嘛！哈哈哈。儿臣多谢父皇。公公，这圣旨可是给我家北辰和凤羽的嘉奖。大胆！这是皇上给花荣将军的圣旨，与你们有何关系？都给我走远点儿，别挡着本公公给花荣将军报喜。阿娘，阿娘，我去看了功臣榜单，凤羽和哥哥确实不在榜单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不是一起上的战场吗？怎么会没有半点功劳？都怪凤羽，他好大喜功，害死许多将士。皇上怪罪，已经除了他的军籍。哥哥此番也被连累，好在太子晚看一面，勉强留他在军中效力。不过夺了他的将军称号。我就说这凤羽是个扫把星吧，这次真是害苦了我儿啊！咱们顾家算是没指望了。我错把山鸡当凤凰，把真正的凤凰给放走了。阿娘，娘亲，你真厉害！我长大了也要做巾帼大将军。好啊，那等巧月长大了，一定要成为像阿娘一样守护和平的女将军。等你长大了，阿娘教你剑法，好吗？好。太子殿下求见，快请。那你们说话，我带巧月去那边玩。去吧。
参见太子殿下。人比花娇，谁能想到你是战场上铁骨铮铮的女将军？花荣，遇见你，是我之幸。太子殿下谬赞了。今日来是有一事要告知你。太子请说。我已经向父皇请旨，娶你做太子妃。太子乃是储君，是未来的皇帝。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，况且还嫁过人，生过孩子，根本就不是太子良人。谁说嫁过人、生过孩子就不能当太子妃？除了你，没有人能入我的眼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，本太子认定的人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花荣，感情是你我之间的事情，何必在乎世人的眼光？难道你心里没有我吗？我非草木，岂能不知你的感激？只是你我身份地位悬殊。不，我不能让你因为我而受世人的非议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妻子，其他的事，本太子自会处理。我一生所求之爱，只不过是一世一双人，容不得与他人共享一夫。况且，太子以后难免会拿侧妃。不会。我这辈子只娶你一个人，身边绝对不会出现第二个女人。本太子在此立誓，若是身边出现第二，别乱说，我答应你。翻山越岭寻一个你，步步死生，步步相遇。太好了，太子殿下和阿娘求婚啦！是啊，我可不是故意偷看的，我是为你阿娘的婚事高兴。我也是。你怎么还有脸回来？要不是你，我们顾家在这京城也是数一数二的人家。我儿子也是堂堂的大将军，都是因为你，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怪你这个扫把星！你敢打我？你干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婆母不敬！当初我在狱归来时，你们对我百般讨好，现在我失势，你们就换了一副面孔。你们顾家都是这样不要脸吗？你竟然敢辱骂殴打婆母，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！疯子？我是疯，那又如何？你们要是再敢对我指手画脚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！造孽呀！我们顾家怎么娶了你这么个女人进门？真是家门不幸！自从你进门，我们顾家就祸事不断，先是被迫搬到这破屋居住，家底都快被你搜刮干净了，现在还连累了北辰，没了军功。你就是顾家的克星！可惜我们识人不清，就把你这个烂货当宝贝，还跟花荣嫂子决裂。他若是在，我们顾家怎么会沦落到这般地步？都怪你，是你害了我们顾家，是你害了我哥哥。现在想念你的花荣嫂子，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奚落她的？一个个拜高踩低，现在又用这样的方法对付我，你们就是一群小人！给我住嘴！打我！你打我！再胡闹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北辰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还不是为了你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忘了我们的承诺了
我还不够惨是吗？自从娶了你，我名声尽毁，前程也毁了，连同僚所有的弟兄们都嘲笑我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是不是后悔娶了我？你是不是心里还有花荣，对不对？我曾经拥有世间最幸福的家，妻子贤德，女儿乖巧，就是因为被你蒙蔽了双眼，才抛弃了最温馨的家和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。你是上苍带给我的惩罚，是我的噩梦。可惜晚了，花荣根本不可能了。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最好给我守点规矩，否则就给我滚出顾家！花荣，我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拜你所赐。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你给我滚出来！你别躲在里面不敢见人！花荣，他不是被突厥人掳走的凤羽将军吗？他也算将军。你这群废物，给我闭嘴！花荣，你终于出来了！你好恶毒啊！为了报复，我故意不去营救我，害我被突厥人伤了眼睛，变成了残废，任由他们像畜生一样对待我。现在达到目的，你满意了？你所遭受的一切，都是你自己种下的，与我何干？花荣，我确实不如你，我没你会蛊惑太子，也没有你的手段。不然我今天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？你们心中所谓英勇无敌的花将军，实则就是个卑鄙小人。他报复我抢了他的夫婿，他报复我毁了他的姻缘。心胸如此狭隘，这人怎么当将军？我阿娘才不是你说的这样。凤羽，你口口声声说我害了你，那这些又是因谁而死？花荣，你拿个空白灵位吓唬谁呢？我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回阳间的，无所畏惧。你看清楚，这是被你害死的13000名将士的阴谋。当初罔顾军力，一意孤行，将他们置身于危险之地。又是谁为了军功，害他们成为俘虏，最终惨死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他们因你而死，难道你不该说声对不起吗？对不起。我的兄长便是因你惨死北境，你还我兄长！都是因为你，我的丈夫再也回不来了！你这个坏人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死！去死吧！战场之上，生死是难免的事，跟我有何干系？但是他们不会逃跑。都是因为你死了那么多将士，你该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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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荣，我把顾北辰还给你，你让他们别伤害我好不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我是因为男女之事而迁怒于你？顾北辰在你眼里是宝，但他在我眼里犹如草芥。自从合力那天起，我与他就是陌路人，
我不会再关心他的任何事情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身后的将士们和他们的家人。你当初为了军功，杀了突厥百姓，冒充突厥兵，才种下今日的因。只可惜，数万名将士因为你的贪婪、你的急功近利而死在突厥兵手下。今日我就要替他们讨回了公道！这一巴掌，我打你急功近利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这一巴掌，替那些死去的将士们打你，是你害他们成为刀下亡虎。这一巴掌，是你欠我的，别用你的无知来揣摩我。我与你与顾家不想再有任何往来。你要是再敢来闹事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经历了背叛与陷害，心里一定很委屈，却能如此镇定，从容面对伤害过自己，该有多强大的心！滚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！以后你无需再忍，我维护你周全。我本不想如此让他难堪，怎奈他步步紧逼，我实在是忍无可忍。风雨一而再再而三挑战你的底线，你不必给他脸面。我觉得你做得很对。我也想要那些阵亡将士们心中就隐隐作痛。太子殿下，阵亡将士们的家属，你一定要好好安抚，抚恤费用也不可耽误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人下去了，明日我亲自回去，绝对不会寒了将士们的心。小姐，郑贵妃命人送来一份请柬，明日赏花会，请您进宫赏花。母妃这个时候邀你进宫，十有八九是和我们的婚事有关。明日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你明日不是还要为阵亡将士们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吗？此事事关重大，且不可推延。你母妃此时唤我入宫，定有她的道理。我这个丑媳妇儿也该去见见她。可是我怕母妃为难你，你一个人没办法应对。你就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吗？我要是不能应对你母妃，又如何做你的妻子？我怕……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个人可以应对的。好，我等你消息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尽管说，别藏着掖着，由本宫为你做主。陈妃娘娘放心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听闻陈妃和顾老夫人是发小，此番召顾老夫人入宫，只怕来者不善。贵妃娘娘到！贵妃娘娘，听说太子殿下要娶一个带孩子的二婚女，这可如何使得？太子是储君，太子妃是太子的脸面，二婚女如何撑得起这份门面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太子妃自然要从世家待字闺中的小姐中遴选，我这儿倒有几个合适的人选，可供贵妃娘娘您筛选。有劳妹妹惦念太子的亲事了。这位老夫人野生得很，不像是宫里的人。回贵妃娘娘，我是花荣的婆婆，钱婆婆。听闻你这位前儿媳对你们全家颇为照顾，博了不少贤德的名儿。贵妃娘娘，您有所不知，这花荣嫁入我顾府5年，把我们顾府弄得鸡犬不宁。
他平时为人嚣张跋扈，处处欺负我这个孤寡的老妇人。他怎么能胡言乱语诽谤小姐？太过分了！黔驴技穷，且看他还有什么伎俩。我平时就有这头风的毛病，可他却眼睁睁地看着我痛不欲生，我这命好苦啊！贵妃娘娘，这花容表里不一，看上去是一身正气的女将军，实则就是一个凶狠又蛮不讲理的泼妇。这种女人怎么能做太子妃？只怕会辱没了太子的威名。军功在身的女将军又如何？如此没有孝心之人，天理难容，被国人耻笑。可不是嘛！太子什么样的女人寻不到，为何要娶这无良之人？什么？华容要做太子妃？好啊，你故意情止合离，恐怕早就想攀高枝了吧？绝不会让你称心如意。花荣她对我顾家的欺凌罄竹难书，没想到竟然还勾搭上了太子，这是要毁了太子啊！这样的女人娶进家，只会让家门不幸。顾老夫人，顾老夫人，你口口声声说我对你不尊不敬，没有尽孝道，那敢问我嫁进顾家这5年，顾北辰出征在外，顾家这吃喝用度的钱财是从何而来？你说你头风病发作，我对你置之不理，那请问这些年您的头风病又是何人所致？花荣，你不要混淆视听，你在顾家恣意妄为，这里可没人纵容。我所言所语皆有人证物证。贵妃娘娘，您若是不信，大可唤来一问。真没用，一句话就吓得没有了章法。换来又如何？只怕你早已买通他们，早是你的人了吧？既然陈妃娘娘这么说，那我们倒不如请贵妃娘娘做个见证。如果我们2人之中有1人说谎，即刻杖毙。我不过随便说2句，也不至于搭上自己的性命啊。花荣，今日是贵妃娘娘的赏花日，你说出杖毙的话，岂不是扫了各位娘娘的雅致？贵妃娘娘，还请您见谅，我的家事让您见笑了。顾老夫人，我与你们顾家早已毫无瓜葛，可是你却当着众人的面诽谤我不孝，还说我是个阳奉阴违的小，我岂能容你在我身上泼脏水？花荣这小嘴巴巴伶俐，真是个不饶人的主。顾老夫人，你若是敢欺瞒本宫，本宫一样会治你欺瞒之罪。你敢为你刚才说过的话立誓吗？这个，也许有吧。有还是没有？贵妃娘娘，还望您体谅我年老，记忆模糊，错怪了花荣。真没想到，这顾老夫人竟是如此是非不分之人，竟然还有脸进宫来向贵妃娘娘告状，真是不知廉耻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本宫面前胡言乱语！贵妃娘娘，虽然我今日的所作所为有所出入，可是我也是希望娘娘不要受这花荣的蛊惑，她不配做太子妃。贵妃娘娘，不管顾老夫人说的是真是假，花荣这个女人断然不能做太子妃。陈妃娘娘为何如此憎恶于我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曾几何时，我这位钱婆婆四处炫耀你与她有亲戚之缘，莫不是你想为我这位钱婆婆出头？放肆！怎么敢如此对我说话？我一直以为陈妃娘娘是个明事理的人，可没想到您竟然为了一己私欲，栽赃陷害于我，折辱于我。敢问陈妃娘娘，你是如何认定我不配做太子妃？你别仗着一点军功就在这里耀武扬威，哪个世家的女子不比你强？论家世论地位，你们花家配吗？世家女子是有很多，但是我花荣只有一个。
我所得到的一切，都是我从战场上真刀实枪拼上而来。单凭你和离身份就不配太子？那敢问陈妃娘娘，走错路就不能重新选择吗？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您的女儿陈阳公主也与驸马懿和离，难不成你也是希望您的女儿此生永不嫁人，孤苦一生？你敢咒骂我的女儿？陈妃娘娘，怎么和离女子换成您女儿，就反倒成咒骂了？难道我就活该孤苦一生？厉害了，看来我小瞧他了。行了，今日本是赏花乐事，你们却剑拔弩张，倒也没了兴致。都怪你，好心邀你到宫中做客，你反倒颠倒黑白，想蛊惑本宫。你不配做本宫的座上宾，赶出去，永远不许再入宫。陈妃娘娘，快帮我跟贵妃娘娘求求情啊！你是非不明，怂恿顾老夫人贬低花荣，罪不可恕。回去面壁思过吧。是。你们也都退下吧，花荣留下。花荣，本宫招你进宫的目的，你应该清楚。只要你离开太子，你想要钱财或是全家的荣耀，本宫都可以满足你。恐怕是要让贵妃娘娘失望了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求娘娘成全我与太子。你想做太子妃？太子妃这个身份于我而言，还不及将军这个身份更能带给我荣誉感。所以，我并不在乎太子妃这个位置，哪怕太子只是个普通人，我也会义无反顾地爱上他。就算你与皇儿真心相爱，你也知道皇儿日后必定做皇帝，他身边还会有其他女人，再好的感情也经不住时间的洗礼。你为何非要跳这个火坑？我与太子心心相印，我也坚信太子的心如我这般坚定。太子妃的位置不是人人都可以坐的，你可以为皇儿做什么？臣女不才，却也读过一些书。只要太子殿下需要，我可以辅佐他，让他成为天下一代明君。还是皇儿有眼光，他没看错人，你值得被爱。难道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甄贵妃对我的试探？贵妃娘娘，莫不是应允了我与太子的婚事？现在应该改口叫母亲了。母亲。哎。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？你知不知道花荣马上就要嫁给太子了？咱们家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为了只山鸡丢了只凤凰，实在是不值得呀！可惜啊，你们的美梦破损了。你们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以后再也高攀不上人家了，后悔了吧？滚出去！不想看见你。顾北辰，你这段时间一直避着我，是不是嫌弃我？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花荣？你把话说清楚，你是不是还想着花荣？对。我后悔娶了你，后悔娶了你。如果可以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，我宁愿从未认识你，此生永不相见。既然你不爱我，为什么要娶我？那给我听着，我绝对不会放任你们欺辱我，绝不会！
常啊！我究竟是造了什么孽，娶进了这么个丧门星？二娘，怎么样？小姐的病来势凶猛，我从未见过此症。如今也只有云中鹤能治此病了。云中鹤，他云游四方，居无定所，我去哪里寻他？大夫，云中鹤神医到了。神医，你快救救小女！你是何处寻的云神医？为了你，为了巧月，寻遍天下，唯在所不惜。小姐的病虽然难治，我可以医治。我这就去开药方，3日之内必好。谢谢神医。巧月高烧不退，要是没有云神医，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谢谢你。你不用谢我，你我即将结成夫妻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将巧月视如己出的。听说太子的聘礼都排到几里外了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聘礼，今天真是开眼了。太子对姑娘真是用情至深，虽然这彩礼削减了些，但也是数不胜数。光是这礼物的清单，就是厚厚的一本子。我和太子本不想如此铺张浪费，奈何皇上和珍贵妃赏赐颇多，再加上各家大人恭贺的贺礼，想拒绝都没有理由，就只能如此了。哥，你快想想办法！只要你还能挽回花荣的心，咱们顾家就还有希望，不然咱们就真的完了。挽回？怎么挽回？人家花荣现在是准太子妃了，全城谁不知道？太子的聘礼占满了整条街，你哥凭什么跟太子争啊？闭嘴！要不是你，我哥不会沦落到这般地步，我们顾家也不会一无所有。那是你们咎由自取，与我有何干系？可惜啊，现在后悔晚了吧？你在他心里现在荡然无存，他从心底鄙夷你，连看你一眼都觉得脏眼睛。闭嘴！让你给我闭嘴！你曾经的夫人要当太子妃了，以后还会母仪天下，哼，后悔了吧？他是天上云，你是地下，你根本就配不上他。娶她是你这辈子最运气的事，信不信？现在就杀了你！死也许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解脱。杀了我，杀了我！哥，这个女人疯了，杀了她会脏了你的手，把她赶出去。咱们顾家没有这样的丰富。滚出去！从此，你我恩断义绝。顾北辰，你的报应就是我！阿娘，你真的要嫁给太子殿下吗？那巧月，你愿意阿娘嫁给太子殿下吗？当然，太子殿下喜欢阿娘，还疼爱我，我自然愿意。尽管。就是他，扔开！坏人，扔开！
是大将军，你为什么不给我行礼？方姐，谁不知道我曹军意涵与将军是当今的太子妃娘娘华容也配？华容，华容，你害得我好惨。花荣，顾北辰，你怎么来了？花荣，我求求你别嫁给他，我愿意改过自新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芥，现在后悔，你不觉得为时已晚吗？花荣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你不嫁给他，我愿意接受所有惩罚，求你了。我与你早已恩断义绝，此生也不再想有任何。来人啊，把顾北辰给我拖下去。花荣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别嫁给他。花荣，你知道吗？自从知道你是女儿身之后，我所思所念只有你一人，能娶你为妻，我这一生也算是圆满了。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我愿与你执子之手，娶子贤郎。